中国最大的海外开放闹剧终于要收场了。想当初，中国的官老爷们信心满满的搞了个史上最大规模的引进杨大爷计划，结果倒好，白送免签白请吃饭，杨大爷们却集体给中国摆了个臭脸。去年前3季度的入境游客量，连2019年同期的63%都不到。大家猜猜，年底全年消费总量预计会低于2019年多少？根据世界旅游及旅游理事会的估算，足足少了26%。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政府搞的支持民企20条，记得当时也是好大的阵仗，结果民营企业家不但没被安抚住，反而纷纷跑路了。这次的最大签证开放计划也是如出一辙，表面上开放了38个国家的免签通道，实际上人家根本不买账。我们来算算这账，2024年前9个月，中国总共才接待了2300万外国游客。听起来很多是吧？别急，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真相，这里面真正通过免签入境的只有1300万人。而且更讽刺的是，这些游客主要都是哪些国家的？马来西亚、越南、俄罗斯。说到俄罗斯这个老朋友，他们来中国旅游也是迫不得已啊。因为制裁的原因，人家去不了欧美，只能来中国这儿了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苏联解体时期，大批俄罗斯人带着家当到中国倒卖，结果现在他们又成了中国旅游市场的救命稻草。再看看欧美那边的数据，德国和法国的机票预订量比2019年下跌了38%，意大利下跌了29%。你们猜怎么着？这还是在中国单方面给他们免签的情况下，这不就跟那些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一个德性吗？又是税收优惠，又是免租金，结果人家连看都不看一眼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位国际旅行社老板透露，他以前90%的客户都是美国人，现在只剩下40%了。这位老板说了句大实话，美国人普遍害怕中国。确实，你想想看，天天新闻里都是什么中国威胁论、芯片战、间谍案，谁还敢来呀？最搞笑的是，中国现在还在天天喊着要吸引外资，促进消费。我问你们啊，你一边在网上搞辱华大清算，一边又想让外国游客心甘情愿的来花钱，这不是典型的既要又要吗？又要马儿不吃草，又要马儿跑得快。不过呀，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航空业这一块。大家都知道，要吸引外国游客，航班是最基础的条件吧？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2024年往返中国的国际航班运力才恢复到2019年的74%。这个数字已经够难看了，但是仔细一拆分，问题更大了。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，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恢复率只有58%，而中国航空公司则是88%。这不就暴露问题了吗？人家外国航空公司根本不愿意飞中国航线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赚钱呗。维珍航空、汉莎航空、北欧航空、澳洲航空、英国航空，这些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的老牌航空公司，现在纷纷撤出中国市场。菲律宾宿务太平洋航空的 CEO 说了句大实话，市场已经不存在了。这话说得多扎心啊！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不是因为俄罗斯领空的问题吗？欧洲航空公司要绕道飞行，成本高了。但是日本航空的情况又怎么解释？他们的 CFO 斋藤裕二直言不讳，现在去中国的游客数量只有疫情前的40%左右，而且他认为这种情况会成为新常态。更讽刺的是，那些好不容易来中国的游客，大多是来去匆匆。ForwardKiss 的数据显示，商务旅行的预订量只有2019年的52%，而且出差的人来了就走，根本不多待。一家专门做商务预订的 Savanti Travel 老板说了，现在这些会议都改在东京或首尔举行了，会后他们就去日本其他地方或巴厘岛玩，
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我给大家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根本性的变化？就是说啊，中国在国际商务人士眼中，已经从必去之地变成了能不去就不去。这不就跟中国老百姓对烂尾楼的态度一样吗？以前大家挤破头都要买，现在是有多远躲多远。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更是扎心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直线下降，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这两个方面。日本游客因为近期发生的一系列针对日本公民的袭击事件，更是望而却步。美国和加拿大的游客早就因为两国的反华情绪加深，把中国从旅游目的地清单上划掉了。说白了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国这个所谓的开放，根本就不是真开放。你想想啊，上海、北京这种国际大都市，英语都说不通，支付宝、微信还不支持国际信用卡 ，Google 和 Instagram 全都上不了。这不就跟以前的招商引资一个套路吗？表面上说要放开怀抱，实际上呢，该管制的一样不少。再说个有意思的事，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外国人在中国拍了个视频，说农村条件差，结果被网上口诛笔伐，说是辱华，最后人家吓得赶紧删视频道歉。我就想问问，你这么敏感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，人家外国游客谁还敢来啊？所以啊，这次的史上最大签证开放计划，说白了就是一场独角戏，自己在那儿热闹，人家压根就不买账。这种情况下，别说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了，能保住现在这点可怜的数字就不错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究竟该怎么办？我看啊，光靠免签证是不够的，这就跟前段时间就是房地产一样，表面上政策放开了，但根子上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。我们来看看几个核心问题。首先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安全问题。现在动不动就有外国人被以间谍罪抓起来的新闻。前几天，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发布了旅行警告，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可能会被任意拘留或者出境禁令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相当于告诉美国人，去中国旅游就等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让人家怎么敢来？第二个问题是消费环境。世界旅游及旅游理事会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消费是1320亿美元，今年预计只有980亿美元。这340亿美元的差额去哪儿了？全被周边国家瓜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提供了更友好的消费环境。就拿支付来说，你让外国游客来了，连钱都花不出去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央行天天在那儿喊数字人民币国际化，结果呢，连个国际信用卡都用不了。我问问你们，你们要是去日本旅游，发现只能用现金，连 Visa 卡都刷不了，你们愿意去吗？再来看看互联网环境，现在外国人来中国 ，Google 用不了， WhatsApp 用不了， Instagram 发不了， Facebook 上不了，你让人家怎么跟外界联系？怎么分享旅游体验？这不就跟当年清朝闭关锁国一个套路吗？表面上说要开放，实际上该管的一个都不放开。最近有个数据特别有意思，在那些真来了中国的外国游客中，90%都是走马观花，根本不会多待。为什么？因为待不下去啊！你想想，人家来了连个 Google 地图都用不了，问个路都费劲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，中国现在号称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，结果呢，前3季度北京、上海这些城市的免税店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5%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连那些已经来了的外国游客都不愿意在中国花钱。而且大家发现没有，中国现在这个所谓的开放政策，完全是在自说自话。38个国家的免签政策，没有一个是互惠的。所以我觉得呀，中国要是真想吸引外国游客，
光靠免签证这种表面功夫是不够的，要么就真开放，该放的全放开，要么就别装了，省得像现在这样，又想让外国人来花钱，又怕人家在网上说中国不好，结果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。最后说句实在话，现在国际形势这么紧张，中国又整天喊着要准备打仗，搞得人心惶惶的。你说你一边准备打仗，一边又想吸引外国游客来玩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就跟你一边说要打人，一边又邀请人来做客一样，谁敢来啊？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这次的海外游客招揽计划失败，说白了就是因为中国只改了表面的政策，却没有触及根本问题。就像现在房地产市场一样，你光降首付、降利率有什么用？根子上的问题不解决，效果就是事倍功半。看来中国的官老爷们还得好好学些经济学啊，不是你想招商引资就能招来，也不是你想招揽游客就能揽来。市场经济是用脚投票的，你不解决深层次问题，光靠表面文章，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